大家好，上一次跟朋友们提到，就我所知道的比特币有10几个指标可以进行抄底。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2年乘数均线指标里面的知识，以及2022年我们底部买入的比特币要怎么在顶部卖出，包括短线 BTC 最近的走势我们要如何判断。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这一个2年均线乘数指标，要怎么调出来 ？Indicator 点击进去，直接搜索2Y，然后我们看一下接近1000人在用的 Bitcoin 2-year MA Multiplier， 也就是这个指标你调出来以后，然后从设置里面直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参数都不用改哦，因为这一个指标它绿色的这条线就是2年的一个均线，然后这一条红色的均线也就是这一个2年均线乘以5的一个参数跑出来的一条预测顶部的一条均线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其实像这种位置都是相对风险比较高的位置，所以后面我们顶部要怎么抄底，等下来跟大家讲这几个位置还有一些知识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条绿色的均线，这2天一直在跟很多空方或者是担心比特币还在空头熊市的一些朋友再给大家坚定的信心。比特币历史上空头的熊市一般时间大致就是12个月左右， 69K 跌到 15K 的底部时间是跌了12个月，然后比特币17年跌到19年底部的位置，熊市的时间也是12个月，然后比特币在14年跌到15年的底部，熊市的时间也是12个月到13个月，所以我个人观点，比特币目前熊市早就已经脱离了，目前是在牛市的结构，而且这个指标熊市的底部抄底也是具有一定的知识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这一条绿色的2年的均线它跌破的位置，如果后面在月线里面有大崩盘，当时希望朋友们 20K 下去要去抄底比特币，就是这一根 K 线它是跌了 37%， 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9年比特币的熊市底部，当时这一根 K 线跌破了这条绿色的2年均线，它也是跌了接近 37%， 或者是它后面还有低点也猜不准，你买对的话，我的观点就是应该给我抱住。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的底部，这一根 K 线也是月线里面跌了 33%， 它上一次这一根 K 线是破了这条2年的均线，然后后面再跌了超过 30%， 这个位置底部就是底部。不过它后面这个低点也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是在2015年的8月份把这个低点给跌破，所以历史上抄底的指标有很多，今天再给大家分享这个2年的均线抄底的知识。每一次历史的底部都是有一些重要的参考性，我的观点就是这个 20K 下方的底部或者 15K 底部买入的筹码，希望朋友们筹码一定要珍惜哦。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现在比特币，它在2年均线指标下面有发现一个现象哦，其实估值有可能还是非常的低，就是比特币自2022年5到6月份它跌破这个2年均线指标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是持续了16个月，到现在都还没有返回到这个2年均线上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当时比特币底部破了2年的均线，返回到2年 MA 上方的时候，这边时间就5个月，它后面也会涨个比如说10几20倍。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比特币当时跌破2年 MA， 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它底部筑底重返2年的 MA， 时间是12个月，所以是不是代表着比特币横盘的时间或者是底部整理筑底的时间更长，后面上涨的空间力道可能会更大。所以我的观点也不排除很多机构也是在预测，有可能这一次比特币的牛市可能会是历史上非常可观的一波大牛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顶部的高位，因为现在看到这条5倍的均线，它大致价格是在16万美金附近啊，感觉空间也是非常的可观。或者有没有更高的空间，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比如说2020年比特币当时
这边是不是二浪整理？后面不是有一个突破，就一路往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当时在这一个整理区间的时候，这一个5倍的均线它不是在走平嘛？所以现在这一个5倍的均线它是走平的结构。如果比特币将来真的上去，来到某一个顶部的高位，难道就16万美金吗？所以我们参考，比如说当时20年的这个位置，它后面不是上去的时候，均线是继续往上翘到某一个高位的时候，有可能才是顶部。所以我的思考，比特币未来的顶部应该不止16万美元吧？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到20万，或者是30万上方？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2016年当时比特币的牛市也是一样嘛，它突破了这一个2年均线，后面是这边上去，或者也是在整理，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在整理。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上去以后，这一条均线当时是走平的结构，但是后面上涨起来，它不是见顶的一些位置，触这一条5倍均线的位置，它这个5倍的均线是一路往上翘，一路往上涨啊。所以未来的顶部有可能，至少目前来看，感觉是在16万附近。我是相信，如果上去，未来如果一路上涨，它这个均线开始往上翘，不一定是在16万，有可能未来的顶部会不会至少20万或者是30万上方，到时候我们要留意风险哦。包括之前有跟大家讲到的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在2025年10月份左右，有可能时间也是一个风险的位置，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啊，短期价格感觉是有一点破了5天的均线，不过我的观点，5天的成本其实在这个区间哦，所以聊了几天，如果还要买，它现在是在整理，你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很明显的观察，它这边目前是走出一个箱体。你如果要继续做多，我的观点，你尽量观察有没有压回这个箱体下沿的位置。那至于短线为什么在这个位置震荡，前面有跟大家讲26,900美金，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压力区，而且它这个高点在过这个高点的时候，价格是在过高，但是指标是在背离，所以目前的比特币为什么在震荡，有可能就是在修正比特币价格因为过高，然后指标跟不上的原因，它这个位置震荡是不是把指标修正到低点，或者4个小时零轴附近，那有没有挖坑的位置，到底这几个位置能不能撑住，或者要继续做多，我的观点你就留意一下这几个点位到底有没有下一步的多点，然后比特币看会不会往上继续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